今天是6月18号，科技圈有几件值得看的事，我们直接开始。今天最受瞩目的一条是一笔很大的收购，金额600亿美元。第一则，今天最大的一条 ，SpaceX 宣布要用600亿美元，而且全部用股票买下一家叫 Cursor 的公司。他做的工具可以帮工程师自动写程式、改程式，是这2年最红的开发工具之一。为什么一家做火箭的公司要买这个？因为 SpaceX 年初把马斯克的人工智慧公司 xAI 并了进来，而 Cursor 训练新模型本来就用了 xAI 大量的晶片，两边早就在合作做一个新的模型。这笔交易也很能看出现在的气氛。SpaceX 前阵子才完成史上最大的一次上市，股价很强，等于拿涨上去的股票当钱去买公司，光是几个小时的涨幅就足够付这笔收购。更大的意义是，到今天为止，主流的这类开发工具几乎全被科技巨头收编了，只剩极少数还独立。一个曾经百家争鸣的领域，大概18个月就整并的差不多了。第二则跟钱有关，但其实在讲一个更大的趋势。Anthropic 原本打算从6月15号开始，把用程式自动去呼叫它的那种用量，跟你平常的订阅分开，另外算钱。对重度自动化的开发者来说，账单可能会翻上好几倍。结果就在要上路的当天，他又宣布暂停，维持原本订阅就能用。为什么反悔？因为现在正跟 OpenAI 打价格战，加上自己准备上市，这个时候涨价，惹开发者不开心，并不划算。这件事的学习点是，同样一个模型，是吃到饱订阅，还是按用量计费，对每天大量使用的人来说，差别可以非常大。计费方式有时候比模型本身还关键。第三则，一个比较有温度的故事。一家做语音 AI 的新创公司 Blend 刚募到5000万美元，有点领头。特别的是创办人的经历。他在创业初期3个礼拜内被180个投资人拒绝，理由是再过1年打电话这件事就不存在了。结果现在他的系统每个礼拜帮企业处理350万通电话，已经有超过250家公司在用。而且他很坚持一件事，语音模型全部自己做，不接别人家的。在这个巨头忙着收购新创的一周，一个坚持单打独斗的小公司，本身就是另一种答案。第四则，跟我们每天滑手机有关。有一份研究做了个实验，开一个全新的 TikTok 账号，看看它会推什么给你。结果发现，推给新账号的影片里，大约有60%是 AI 自动生成，品质不太好的内容。英文圈把这种东西戏称叫 AI slop， 也就是 AI 灌水。这个比例大概是 YouTube 的3倍。更要注意的是，锁定儿童的影片，这个比例还更高，超过7%。也就是说，越新、越年轻的账号，越容易被喂这种内容。这也呼应最近各国都在谈的保护未成年人上网。学习点不是要你焦虑，而是知道平台会这样推，你就比较容易停下来，自己判断一下，这支到底是真人做的，还是机器灌出来的。第五则，讲一个很聪明的幕后做法。OpenAI 发表了一套上线前的测试方法，叫部署模拟。做法是这样，他拿大约130万则，去掉各自的真实对话，把旧模型的回答拿掉，改用即将上线的新模型重新回答一次，再用程式自动去扫，看有没有出现新的或变多的怪行为。为什么这样比较好？因为以前都是人工想出考题去考模型，但那些题目常常跟真实使用者会问的差很远。直接用真实对话来彩排，抓问题的准确率冲到92%，而传统考题只有4%。这背后其实是个业界公认的难题，在实验室考得好，不代表上线后表现一样。先用真实情境跑一遍，就是想把这个落差补起来。最后一则跟治理有关。
就在今天，联合国在日内瓦开了一场全球 AI 安全与伦理大会，开2天。这场找来了外交官、各国负责政策的人、学界跟产业，坐在一起谈一个比较大的题目：当人工智慧越来越强，它对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会有什么影响？其实你会发现，从昨天的7国高峰会到今天的日内瓦，这几天关于怎么管好人工智慧的讨论特别密集。这也代表，它已经从一个技术话题，变成各国领袖必须一起面对的事。今天用一句话总结，你会看到3股力量同时在动，市场在快速整并，公司在想办法让人工智慧更安全，各国也在学着怎么规范它。人工智慧一边在长大，世界也一边学着怎么接住它。我们不用焦虑，慢慢看懂就好。明天见。